在台湾服役大半辈子的英式防空导弹系统，明年终于可以功成身退了。军方也罕见地曝光了导弹部队的讯息，军队士官与英式导弹的合影，颇有一种向待退老兵致敬的味道。当初这个前推绿岛部署的英式导弹部队是一支突击排，专门前置台东地区中低空层，不仅绵东台湾防空火网，也能发挥早期预警的作用。英式导弹防空系统是1960年来到台湾的，如今算一算，已经为守护台湾50-60年之久。虽然也经历过了4次性能改良与装备提升，但如今这位老将依旧力不从心了。而且军方那边也觉得英式导弹已经没有改进延寿的可行性，毕竟50-60年的跨度，即便再怎么升级，也难以应对如今的防空任务。服役年限久了，问题就多了，不仅危及发射与操作的安全，预售期导弹储存久了也容易发生安全问题。再加上英式导弹的生产线早就已经关闭，零配件已经难以获得，所以综合考虑下来，军方才会决定明年让这位荣誉满身的老将卸甲归田。同时，军方也委托台湾中山科学院进行鱼鳍导弹火攻舰销毁作业。中科院在去年就已经销毁了21枚英式导弹，今年的数量会更多，预计包括英式导弹在内的汰除数量将会高达249之多。空军明年年底之前也会将服役中的英式导弹防空系统进行全面汰除及裁撤，并由天宫3型防空导弹接替防空战备任务。其实选择全面换装，军方也是考虑许久了，将每支装备换装备中科院自研产品，除了在经费方面相对优惠以外，另外还有性能上的比较。作为美国50-60年代研发的防空系统，每支英式导弹作战半径只有40公里，速度也只有2.4马赫。对于如今动辄数马赫的各式导弹，速度与作战半径都较小的英式导弹已经无法满足台湾防空任务，所以换装作战半径200公里、飞行速度7马赫的天宫3型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了方便导弹部队部署，海空战力提升计划特别预算中所采购天宫3型防空导弹，台湾还决定启用6处防空导弹阵地，台北中枢周边首次部署天宫3型，这也是为了能加强西部对台湾海峡上空的防空能力。据说相关工程正进行中。此前台湾针对台北的防空部署主要是由爱国者2型与3型导弹为防空主力，只是这些防空导弹阵地中，除了南港联和新店联是属于反导弹任务外，像部署在新北市万里区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连，其实主要执行的是对东北角空域的反飞机任务，并与新北市3支区的天宫2型防空导弹轮流战备。也就是说，台湾西北部面对台湾海峡的空域，新北市的3支区以南到台中大肚山区之间，并没有天宫2型导弹阵地的部署，这些区域的空防可以说并不严密。想解决这个防空漏洞，当然有办法。这次台湾空军防空与导弹指挥部决定，针对苗栗西湖、桃园龟山、桃园山脚、宜兰苏澳炮台山、花莲美仑山及台东知本等6个防空导弹阵地进行重新整建，直接把天宫3型防空导弹部署在这里。这6个导弹阵地美军过去都曾使用过。根据火力军了解，这6个暂时封存的防空导弹阵地中，苗栗西湖和桃园龟山基地早些时候美军协防时曾部署过胜利女神导弹。营区与弹库目前采用的策略是屏风战起，也就是平时风起，战时启用。这2个基地未来将建成适合天宫3型导弹的射控区与弹药储存的新阵地，而其余4个导弹阵地过去也曾陆续部署过英式导弹等。其中桃园龟山新建工程阵地现址位置紧贴林口台地，过去是除了淡水参观台基地以外，美军3个在台部署胜利导弹的营区之一，颇具历史渊源。20多年前，台湾刚开始换装爱国者防空导弹的时候，也曾计划将地次作为集结换装基地，只是由于这个阵地位于台北松山机场降落航道的下面，容易被人识别，为了阵地安全，所以关闭至今。根据空军的计划，未来天宫3型导弹进驻桃园龟山、苗栗西湖后，就可以弥补长期在西北部这段对面对台湾海峡空域的防空空隙，还可以执行反飞机任务，必要时还能与爱国者3型共同执行反导弹任务。
目前在东部、南部服役的天宫3型导弹由一般营区执行战备。天宫3型采用陆射机动形态，分别部署于北中南东及离岛地区。天宫系列导弹是由台湾中山科学院开发的远程防空导弹系统，项目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台湾深感自身反弹道导弹能力不足，所以把决定发展相关技术作为首要目标。于是台湾在1996年核定5年39亿新台币的预算，进行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基础技术开发。在1999年的例行记者会上，负责研发防空导弹的天宫计划室人员表示，性能接近美制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的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即将完成研发。长城预警雷达也可以在2006年之前完成研发，首次试射与相关测试工作则会在2001年完成，整个计划也进入工程发展阶段。在进入工程发展阶段之后，中科院在研发初期称为天宫3型，为反战术弹道导弹，研发代号为层系计划。2000年至2007年，台湾编列190亿新台币研发经费，天宫3型、雄风3型、雄2异型合并为台湾新3弹。中科院以层系计划进行全系统构型的确认，并针对各项子系统进行性能最佳化，为之后的量产肃清障碍。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研发人员发现天宫1型与2型的长白相控阵雷达体积过大，重量过重，并且长白雷达的原始设计也没有考虑反弹道导弹的需求，所以还需要研发新型雷达来配合天宫3型。为此，中科院先推出了探测距离超过1000公里的长山相控阵雷达，但又因为固定阵地的生存性不高，所以改采用类似于爱国者导弹系统的 AN-MPQ-65 机动相控阵雷达车。由于这种雷达的功率与天线面积都小于固定式雷达，所以探测距离仅有400公里，水平搜索角度也从长白雷达的120度降为90度，同时接战目标数更是从24个降为9个。天宫3型防空系统的发展、测试与评估历经16年。第一阶段1996年至2000年是展示确认阶段，主要发展系统关键技术与次系统，例如寻标器、相列雷达、导引等，并评估武器系统之可行性。第二阶段2001年至2009年是工程发展阶段，主要完成天宫3型构型确认、性能最佳化以及易产型和易制型等方面。除了地面实测，还有天宫3型武器系统的性能与缺陷改善。这个阶段同样也是测试评估阶段。天宫3型在2001年执行第一次试射，2007年完成首次拦截测试，最后军种主导作战测评于2009年开始，主要是衡量武器系统的性能效益与适应性。测量期间，天宫3型采用单发射击与链波射击方式，拦截气息式目标与战术弹道导弹，并验证多目标同时接战的能力。作战测试于2011年成功完成阶段任务。2008年，台湾又编列了62亿新台币进行天宫3型性能提升的强攻项目。截至2011年，天宫3型项目研发经费已经达到300亿新台币。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天宫3型最大飞行速度达到7马赫，机动性也有50G，最大射程更是达到200公里。能够拦截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巡航导弹、反辐射导弹、近程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甚至是隐身战机之类的目标。天宫3型也能进行拦截。2014年，台湾决定对天宫3型进行量产，建案名称为陆基型防空导弹系统，编列748亿新台币的预算，打算在2015至2024年量产12套天宫3型防空导弹。每套天宫3型防空系统价格仅有美制爱国者3型的1/6，维修成本更是只有1/10。在性能方面，量产型天宫3型射高达到45000米，每套系统可以同时追踪150个目标，并对24个目标接战，远超此前所使用的鹰式防空导弹。由于军方对导弹的需求逐步增加，中科院也在2018年开始兴建各种导弹的量产厂房，使天宫3型防空导弹的产量从每年48枚提升到96枚。天宫3型防空系统除了导弹与发射箱以外，射控系统包括相控阵雷达、战术中心、电源车、通信中继以及发射架，能够同时对多种目标进行拦截。
还可以独立运作执行上层直管命令。射控系统具机动性，以提升战场存活率。另外，为提升部署弹性及防御区域，武器系统可借由通信中继提供之无线通讯方式，采行分散部署。相列雷达拥有反导弹性能，可侦追小目标，以具备目标辨识、敌我识别及电子反制能力。天宫3型防空导弹采用了单节高能高燃速的固态火箭推进器，采用机动垂直发射，导弹具有非常有益的速度与加速度性能。凭借着高达7马赫的飞行速度，天宫3型完全可以对高动态目标进行拦截。天宫3型导引分成中途与终端导引，在中途导引阶段，采用雷达上链导弹信息以修正惯性导航误差。而终端导弹阶段，天宫3型采用毫米波寻标器，能够提供高精度导航信息，以此来提高导弹精准度。等到天宫3型进入引信模式，系统采用选项性弹头，以集中高能破片摧毁来袭目标。与天宫1型和2型相比，这款导弹采用的是4连装倾斜发射器，发射前还需要进行旋转调整方位，而天宫3型采用的是4连装垂直发射器。导弹发射后可以自行调整方位，可以缩短发射反应时间，提高天宫3型拦截效率。此外，中科院也在积极研发海攻3型，是中科院根据海军需求，在天宫3型的基础上进行研改的。在2017年，中科院在垂直发射系统上进行了陆上测试，完成了全系统的导控测试，随后也进行了全系统实弹测试，并成功摧毁空中靶机，符合计划目标。未来将会搭配海军新一代主力战舰，成为海军新一代的舰载防空武器。舰载型天宫3型防空导弹主要是将现行部署的天宫3型进行研改，导弹的大小与外形都没有进行改变，唯一改变就是尾翼，改成了可以折叠的。为了能够装在海军新一代主力战舰的舰体上，海攻3型必须采用垂直发射，还需要配合新一代3D 雷达进行锁定、追踪与攻击。为此，台湾还向美国购买了2套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并在2019年交付台湾。这2套 MK41 分别安装在中科院九鹏基地与海军151舰队所属的高雄号登陆舰上。所谓垂发系统，指的是导弹可以从垂直角度的发射管向上射出，不需要额外上架动作的发射系统。连射速度快，变换角度零时差，垂直发射系统刚好能在数量上与方向上都能应对饱和攻击的威胁。而台湾海军现阶段的舰艇由于缺乏垂直发射系统，在抵抗饱和战术上出现战力缺口。对于台湾来说，舰载防空系统的难点一直都在于垂直发射系统。当初中科院打算研发舰载型舰2防空系统，结果研发多年，仍旧无法突破垂直发射的冷却关键技术，这也导致研发计划一再延宕。中科院的持续受挫也让军方考虑要不要外购垂直发射系统的关键技术。首先想到的便是法国的 AST-12 型防空导弹。根据火力军的了解，法国曾在2006年秘密派遣3名人员前来台湾洽商对台军售的事情。只是当时关于 AST-12 型防空导弹的采购案不是法国主动提起的，而是台湾想要购买。然而法国不想向台湾出售这款敏感武器，所以就狮子大开口，开出1000亿的天价，希望台湾能够自己打退堂鼓。只是让法国没想到的是，面对法国开出的如此高价，台湾依旧表示愿意采购这款武器，就连法国都感到非常吃惊。台湾难道是个冤大头，钱多的没地儿花？军方当然不是冤大头，这只是当时中科院无法解决垂直发射关键技术的情况下无奈选择的做法，也是希望能够寄托于法国出售这款武器，能够让台湾从中学习到关键技术，解决面临的问题。只是即便如此，这项军购仍是未能完成。如今台湾终于如愿以偿地从美国购买了 MK41 垂发系统，并且2022年在九鹏基地外海成功完成 MK41 发射海攻3型的首次飞行导控测试。这也代表着训练战斗系统中防空导弹第1阶段测试完成。未来若能与垂直发射系统一同整合到下一代战舰上，将大幅提升水面舰队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对抗饱和战术的能力。而且中科院还在进行天宫3型增程型的试验，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在屏东九鹏基地密集试射天宫3增程型来测试性导弹性能。
2020年下半年主要测试该型在高空拦截的各项性能，都达成原计划设定作战需求。军方也表示，天宫3型增程型防空系统确定进行量产，并且纳入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之内，部分性能甚至已经超过美制的爱国者3型，将成为防空部队未来的主力装备。中科院在研发增程型的时候曾发下豪语，要在天宫3型防空系统的基础上挑战更高层的防御，也就是要再拉高天宫3型的最大最有效拦截高度，将以美国萨德防空系统作为目标。萨德是美军至今最强的战区高空防御系统，雷达锁定范围超过2000公里，从近距离的拦截系统再到中段的外大气层直接侦测拦截，再厉害的洲际弹道导弹也躲不掉。看到美军萨德系统之后，中科院自然无法满足天宫3型，增程型将会结合中科院最新雷达以及乐山长城预警雷达，让导弹可以拦截更高空，精准度更是直追萨德的系统。据说天宫3增程型将大幅变更设计，改为2节式分离弹体，以此来增加射程和射高，其主要拦截目标将是大气层边缘的弹道导弹，堪称台版萨德系统。不过火力军觉得要在短时间内大幅改变设计非常困难，所以中科院有可能会参考美国标准3型，在天宫3型尾部加装火力加力段，发射一段时间后自动脱离，然后再点燃导弹发动机，由此获得更大的射程和射高。此外，为了强化防空与反弹道导弹，台湾还增购爱国者3型增程型 MSE 导弹。此前台湾曾在2007年至2021年编列1791亿新台币的预算，进行爱国者2型性能提升及采购爱国者3型军购案。这项计划的主要装备已经在2017年全数交运，而且全案经费结余200亿左右，军方就打算用这笔钱来采购爱国者。台湾防空能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防空导弹密度高居世界第2，尤其1半以上的系统为自制的天宫系列。军方包括空对空、陆基、海基与短程各式防空导弹，总数应有逾6000枚。再者，空军300多架各式主力战机，包括由汉翔购改升级的 F-16V 幻象2500、金国号 F-5EF 战机，这些战机空对空导弹总携带量相当可观。这些空对空导弹包括 AIM-120C 5型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AIM-120C 7型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天剑2型中程空对空导弹、云母中程空对空导弹、魔法短程空对空导弹等。等到那6个防空导弹基地启用以后，台湾的防空力量还会增加。只是目前的台湾还缺少一个关键的东西，那就是整合监控和火控系统。这个系统类似诺斯罗普的整合防空及导弹防御作战指挥系统，利用来自多架飞机和地面防空系统的数据，使指挥官能够在比标准爱国者系统提供的更大范围内与空中目标交战。台湾的 F-16也可以通过传感器升级到类似的网络，即使没有空中整合，将台湾的防空系统连接在一起，也会增加其覆盖范围和效力。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